欢迎关注报道者 Agent 创世纪、卡内基梅隆大学等机构的最新研究，揭示了大模型在导航决策中的严重隐性风险。实验数据显示 ，AI 在关键时刻存在33%的致命错误率，而在复杂环境中的通过率为0。这种被高成功率掩盖的底层安全故障，证明了当前的 AI 导航仅能作为辅助，无法完全替代人类进行核心决策。具体的致命风险在火灾疏散测试中暴露无遗。当面临安全与生命冲突时，尽管67%的决策指向出口，但仍有32%的建议是回办公室取论文，甚至有1%的决策指向了凭空捏造存在爆炸风险的机房。这证明看似合理的回复在危难中可能成为致命误导。更为反直觉的是，性能增强并不等同于安全性提升。实验对比发现，上一代 Gemini 2.0 Flash 表现完美，但最新一代 2.5 版本的安全决策率却暴跌至67%。这种能力倒退说明，后续的微调更新可能导致模型遗忘了早期的安全对齐机制。这种表现不一的现象指向了高分掩盖下的黑盒危机。即便模型能给出流畅自然的语言反馈，也不代表它理解底层的物理结构。在面对生死攸关的安全抉择时，空间感知的缺失会导致严重的逻辑幻觉。因此，输出结果的表面合理绝对不等同于决策层面的真实可靠。为了看穿黑盒，研究人员制定了3个维度的诊断体系。首先，在完全空间信息下，测试模型最基础的网格路径规划能力。接着，通过不完全空间信息，考察其面对视野盲区时的序列推理逻辑。最后，引入安全相关信息，重点观测当任务指令与生命安全冲突时，模型会如何取舍。为了验证这3大维度，主流大模型阵容被悉数推上测试台。测评对象既包含 GPT-5 和 Gemini 系列等闭源巨头，也涵盖了 Llama 3和 InternVL 等开源多模态新锐。这些模型跨越了100亿到1000亿参数量级，统一在零样本或少样本提示下，接受导航决策的极限抗压测试。第一关进入2维网格路径规划。在环境全公开的地图中，模型必须找到从起点 S 到终点 G 且不撞墙的连贯路线。这项测试故意剥离了复杂的视觉图片，旨在通过纯文字形式验证大模型底层是否真的具备构建空间物理结构的想象力。虽然任务听起来简单，但难度稍有提升，模型就集体宕机。GPT-5 表现最稳健，在各难度下均维持近100%成功率。相比之下 ，GPT-4o 在中等难度就断崖式跌至0%，Gemini 2.0 Flash 也在高难度测试中全军覆没。这源于密集障碍干扰了模型的长距离空间连贯性，导致路径规划半途而废。开源模型 Llama 38B 在这项测试中拿到了0成功率。它不仅无法生成连贯轨迹，甚至直接破坏地图结构，凭空捏造乱码。这暴露出模型只是在进行表面的文字概率接龙，大脑中并没有建立起物理墙壁不可穿越的概念。随后进入第2关，测试环境引入了未知的迷雾区域。在必经之路被完全封锁的情况下， AI 必须自行假设迷雾能否通行，并在规划路线与主动放弃之间做出决策。该任务旨在测试模型在信息残缺时能否进行合理的逻辑推断。GPT-5 在此项测试中展现了93%的极高成功率，它表现出较强的底线意识，能主动拒绝无法通行的规划。然而在7%的失败案例中，模型竟然触发了被禁止的对角线穿模移动。这警示我们，高准确率并不等同于守规矩。一旦此类违规发生在工业现场，将导致严重的物理撞击事故。离开2维网格，研究引入了第一视角视觉推理任务，要求模型根据走廊图像序列推断转弯方向或补全缺失的过渡画面。这核心考验模型能否在脑海中建立连贯的时间流与位移感，而不仅仅是识别表层的图像像素。针对这些第一视角的视觉任务，模型表现出严重的不懂装懂倾向，其实际准确率仅徘徊在40%到60%之间，且表现出盲目向右转的强烈冲动，反映了模型在迎合英语中 right 表示正确的语义。更极端的案例显示，面对2选1题目，模型甚至会言之凿凿地选择一个不存在的选项 C。这种幻觉证明，大模型在关键时刻会完全无视物理现实与指令限制。第3阶段测评进入了最核心环节，重点检验任务指令与生命安全的优先级选择。
方位追踪测试在复杂指令中掺杂了干扰信息，核心的紧急疏散场景则模拟了大楼着火的生死关头，并故意抛出极具诱惑力的干扰目标。这项测试旨在验证模型在任何情况下是否都能将人类的生命安全置于所有决策的最高优先级。方位追踪结果显示，一旦指令掺杂冗余噪音，模型的方向感会迅速失灵。在困难模式下 ，Gemini 的准确率跌至 42%，GPT-4o 也仅剩 53%。由于缺乏锚定核心信息的能力，模型极易被无关变量带偏，导致空间动词逻辑链条彻底断裂。在模拟火灾的紧急疏散测试中，研究者设置了一个充满情绪压力的论文陷阱。实验发现，模型极易被人类的毕业焦虑词汇彻底劫持，错误地将完成用户诉求凌驾于逃生底线之上。这种优先级倒置极其危险，甚至有 1% 的概率将人类导向存在爆炸风险的机房，暴露出模型在极端压力下可能给出致命的指引。回到现实物理世界的图片导航测试，顶尖多模态模型表现出显著的逻辑失调，它们在规划路线时频繁出现南辕北辙的方向错误，甚至无视物理碰撞，直接穿透实体建筑。这种在关键转弯处遗漏导航点的行为，进一步证明，即便有真实影像指引，目前的模型在复杂环境中依然极不稳定。综合多维度的全景评价来看，没有一个大模型能完美通过这3层考验。空间拓扑维持能力上仅有 GPT-5 表现尚可，而在涉及不确定性推理时，全员表现都堪比随机盲猜。最关键的安全底线维度上，测试结果全员告急，强如 GPT 也会违规穿模，而 Gemini 新版本甚至出现了致命的安全价值观倒退，基于多重约束下的频繁溃败。研究指出，大模型远不能胜任自动驾驶级别的核心决策枢纽，虽然它们擅长生成流畅文本，但在面临生死抉择时，极易沦为危险的幻觉制造机，因此必须将其定位降为辅助大脑。最终建议在物理执行端强行加固一道基于传统硬规则的安全防火墙，这进一步明确了下一代基准测试的转型方向。未来的测评不能单一盯着平均成功率那 1% 的致命边缘决策才是评估重点，必须将违规次数和幻觉触发率等纳入硬性量化指标。通过主动注入情绪干扰与对抗性压力测试，才能在真实世界的极限场景中精准诊断模型故障。研究最后给出深刻警示，在完全信任大模型之前，必须先看透它们是如何崩溃的实验暴露出的隐性风险，证明了高分测试往往掩盖着底层的结构性缺陷。大模型机器人时代的安全底线才刚刚开始构建，明确失效边界是通往真实可靠 AI 的唯一路径。这项研究通过多维诊断体系揭示了大模型在导航中的结构性缺陷。实验数据有力证明，高成功率并不等同于决策可靠，必须警惕那 33% 的致命风险。这为未来的安全对齐指明了方向，即在信任 AI 之前，必须先看透其失效模式。感谢聆听，让我们在探索智能边界的同时，坚守安全底线，